微谬法，一种证明定理的方法，是欧几里得如此钟爱的那件武器，是数学家最精良的兵器之一。它远比任何棋局里的妙招都更高明。下棋的人至多牺牲一个兵，甚至一个子，而数学家押上的是整盘棋。有这样一个定理，它的证明长约10000到15000页，散在大约500篇论文里，出自大约100个人之手，前前后后写了30年。而最让人惊讶的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完整的懂这整个证明。上一集我们看着连续对称的数学被搬回了有限的世界，排成一条条规整的家族。可这些对称的原子，数学家叫它们有限单群，就是再也拆不开的那种群。它们到底有多少种？这一集大约100位数学家用30年回答了它，而代价是这份答案长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头到尾验证一遍。四色定理曾经把同一个问题第一次摆上台面，那台1976年的计算机把1000多种情形一个一个算对了，可那个量大到没有人能一页页手工复合完，它的难处在体量。这一次同一个问题换了个方向回来，每一页人都读得懂，可没有一个人读得完。一个长到没人能独自验证的证明还算不算一个证明？这一集我们顺着3个人3章故事走完这条线，他们看似各讲各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3步，先把原子造出来，再学会认清它们，最后证明一个都不缺。上一集的结尾，我们停在一个半成品面前，有个叫迪克森的人已经会把连续的理群搬到有限的世界上，可他是一族一族，几乎一个一个手工搬的。经典那几族能对付，可角落里那5个例外，搬起来则极其别扭，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造法。连续对称的周期表已经列全了，但把它整张搬回有限世界的那个方法还没被发现。战争在这条线上留下了2道刻痕。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抹掉了法国整整一代数学家。正是在这片空白里，一群年轻人在1934年聚到一起，用一个共同的笔名写书，把整个现代数学重新打一遍地基。这个笔名叫布尔巴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化名，名字还来自一场恶作剧讲座。而他最年轻的创始成员之一，正是这一节的主角谢瓦莱。1955年，谢瓦莱找到了那个方法。他发现一个连续对称群的骨架其实可以全部写成整数，而整数在哪个数系里都讲得通。于是他说，别用实数了，换成只有有限个元素的有限语，同一套骨架照样搭得起一个群。一个连续的无穷大的对称群就这样被像素化成了一个有限群，而且往往就是我们要找的再也拆不开的单群。这套方法造出的群，它的大小有一个干净的公式，全靠数一数。第一列可以是任何非零向量，第二列只要不落在第一列拉出的那条线上一路数下来，先得到最大那个矩阵群的大小，再消掉2层，先要求行列式等于1，砍掉1层，再把中心那对正负1除掉，又砍掉1层，就得到我们真正要的那个单群的大小。把那个参数取成7，答案就是168。再把参数取成5，得到的那个群恰好有60个元素，正是第3集出场过的 A5。同一颗60阶的原子，一条路是5个东西的偶排列，另一条路是有限域上的矩阵群，2条完全不同的来路，通向同一个尽头。谢瓦莱的方法给出的是没扭过的9族，可这套方法还能扭一下，每个理型都有一张小小的指纹图，数学上叫邓金图，用几个点和几条连线，就把这个类型的结构记了下来。比如最简单的2个原点中间连一条线是一种类型，一串原点连成一条链又是一种。而这张图本身带着对称，顺着它的对称翻折一下，把整套方法也跟着扭一下，就能长出新的群。斯坦伯格这么一扭，扭出4族，铃木撞见一族谁也没料到的，它的大小居然不被3整除，李林学补上最后2族，加起来正好16族，连续对称的周期表到这里被完整搬回了有限世界。这些扭出来的群里最有名的一只叫有群，我们拿它当例子，看看扭到底扭了什么。一个普通的矩阵群本来只要求一件事，保持长度，而有群做的是把这条要求里的一个操作
换成它在有限域里的镜像版本，就这么换掉一个操作，一组全新的群就被扭了出来。这就是扭最具体的样子。那5个例外为什么这么特别？根子在一种叫八元数的数系上。我们从最熟悉的实数出发，每往上翻一倍就得交出一条性质，实数能排成一条线，能比大小，翻一倍到负数，就再也没法把所有数排成一条直线了，比大小丢了。再翻一倍到4元数，它有4个方向，还有 ijk， 这一次丢的是交换律 i 乘 j 等于 k， 可 j 乘 i 却等于负 k， 先后一换，差一个正负号。再翻一倍到8元数，8个方向，连结合律都保不住了，先乘前2个，再乘第3个，和先乘后2个，结果又差一个负号。而要是再往上翻到16位，最后一条也垮了，会冒出2个非零的数，相乘竟然得0，除法彻底做不成。所以这种既除得动又有长度的数系，正好在8元数这一级封顶。全世界总共只有4种，那5个例外群恰恰全都长在这条阶梯的最后一级最反常的8元数上。为什么偏偏是5个？根就在这里。而其中最干净的那个例外群，恰好就是8元数自己的对称群，也就是所有能连续搅动这套8元数乘法，却让规则纹丝不动的对称。故事本该到此为止，可当我们追问这16组连同循环群、交错群，真的就是全部吗？会不会有哪颗原子根本不从这套方法里出来？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有人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谢瓦莱他们是把这些群算出来的，用矩阵用方程。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直悬着，这些群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对称？正多面体群转的是一个柏拉图立体， SO3 转的是一个球，每个群背后似乎都该站着一个它在转动的几何对象。那这16组理型群转的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地磁。地磁的答案是一个全新的几何概念，他管它叫楼宇。它证明每一个理型群都是某座建筑的对称群，这座建筑不是砖石的，是一个高维的几何骨架，由许多平直的片层拼成。妙处在于，当群足够大时，几何反过来限制了群，你只要画对了这张楼宇图，群就唯一确定了。最小的一座楼宇就是那个只有7个点、7条线的法诺平面，每条线上3个点，每个点过3条线，它的全体对称正是我们刚才那个168阶的群。为什么正好168？因为一个对称被它把3个不共线的点送到哪，彻底定死。而这样的选法7乘6乘4正好168。这套思路其实接续了19世纪克莱因的纲领。克莱因说，一门几何就是它的对称群，而地磁反过来走，给你一个群，造出一个让它当对称的几何，一部群与几何的词典，2个人写了它的2面。这条几何路后来分量极重，2008年，地磁和下一章的主角汤普森一同拿了阿贝尔奖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以第3集那位英年早逝的阿贝尔命名。地磁给了我们看清这些群的眼睛，可清单到底全不全？得有人真的去证，而这用掉了大约100位数学家整整30年。要证明清单已经列全，第一步得先缩小范围。1955年，布劳尔证了一条不起眼却定调的定理：你只要关注一个群里某个二阶元周围的小结构，符合条件的单群，全世界加起来也只有有限个。这条定理其实很朴素，把一个群里的对合两两相乘，用最朴素的哥隆原理数一数，就能证明这个群的大小有一个值依赖那一小块结构的上界。这个上界大的吓人，对最小的那个 A5 来说，它是32的阶乘，写出来足足36位数，而 A5 本身只有60，它真的是有限，绝不是小。一片无穷的单群大海就被这样一条只靠数对合的定理圈进了一个大得离谱却终究有限的范围里。范围里到底装着哪几个，才是接下来30年真正要干的活。范围缩小之后，真正的转折在1963年，费特和汤普森证明了奇阶定理，每一个奇数阶的群都是可解的。翻过来说就是，你决造不出一个奇数阶的真正拆不动的单群，于是每一颗这样的原子大小都必然是偶数，身上都别着一个二阶元，一个对合，正好接上布劳尔那条定理留下的把手。而费特的身世本身就是一段战争的注脚。他生在维也纳，1939年9月1日，被父母送上一列开往安全地带的儿童撤离专列，
那一天正是二战爆发的当天，父母原打算2周后跟来，却再没能成行。他此生再没有见过他们。那趟车是驶出维也纳的最后一班。就是这个人和汤普森占了群论史上最有影响的定理之一，而让整个数学界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证明的长度，整整255页。一条定理255页，如果光这一小步就要这么长，那把所有单群分类清楚会是一项多么看不到尽头的工程。这种规模的协作需要一个总指挥，这个人是哥伦斯坦，同行私下叫他教父，他自己给这项工程起名叫30年战争。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这场战争名义上的元帅，他还同时管着一整个大学的数学系。1972年，他摆出了一份约16步的路线图，30年换来一句话能说完的清单，每一个有限单群都恰好属于4类之一，没有第5类数阶循环群、交错群，16组理型群，外加26个谁都不属于的散在群。可这场胜利从一开始就裹着不安，连他到底哪一年完成的都对不起。1981年就有人宣布分类做完了，可也有继承1983甚至1980的，而不管按哪个年份，其实都宣布早了，因为有一大类叫拟泊群的群根本没被妥善处理过。这类群的局部结构瘦得特别，瘦到处理大群的那些通用武器都够不着，可它偏偏又剩下海量的零碎情形，得一个一个手工排除，没有捷径。原始证明里这一块的手稿一直没真正写完，直到阿施巴赫和史密斯2个人接手，埋头啃了好些年，写出2卷1200多页，才在2004年补上这最后的缺口，离最早那声完成已经过去20多年。更让人不安的是，核心人物阿施巴赫后来诚实地承认，原证明里许多众所周知的结果其实散落在文献各处，或者更糟，根本就没在文献里出现过。那它还算一个证明吗？故事如果停在这儿，会是个令人沮丧的结局。最伟大的定理原来没人扛得动，但真实的转折硬气得多。面对这堆没人能读厌的证明，群论界做了一件几乎前所未有的事，专门启动一项新工程，把整个证明重写一遍，不为证出新东西，只为让它能被检查。这叫第2代证明。一个1981年就宣布完成的定理，把它写清楚到一个人能查得动，30多年换了一代人，到今天还没写完。这样的规模似乎遥不可及，但是数学家们不会轻易放弃。他们说，我们要发明新办法来配得上我们已经证出来的东西。随着时代发展，还有第2种回答，让机器来验。2012年，一个叫冈蒂埃的人带着15人的团队，用一个叫科克的证明助手，把那整整255页的奇阶定理逐行机器验证了一遍。机器读完了，确认了每一步。而7年之前的2005年，正是同一个冈蒂埃已经用同一套办法把4色定理也验过了。同一个人用同一把机器复合的钥匙，先后为4色和有限单群分类，各开了一道可核查的门。但事实上，即便到今天，被机器验过的也只有奇阶定理这一块，整个1万页还远没有。而这件事今天正从世纪工程的例外，慢慢变成数学的日常。当下最活跃的数学家之一陶哲轩把它说得很透，一场传统的数学合作很少超过5-6个作者，因为每个人都得信任并核验其他每一个人。可形式化项目却动辄召集素未谋面的几十号人，恰恰是因为机器能让每一小块被独立验证。这正是分类那100位作者的处境。他还点出形式化对哪一类证明最有价值，恰恰就是那种特别冗长又缺人愿意逐行核验的证明。这句话几乎是照着分类定理写的。30年的工作到头来把整个有限对称的世界扫得干干净净，却在角落里扫出了26颗扫不进任何家族的尘埃，26个散在群。而在这26个里还蹲着一头最大的最不讲规矩的，它的大小大约是8乘以10的53次方，写出来是一个54位的数。相比之下，地球上所有的沙粒加起来也不过是个20位数，它难以想象，却真实的存在。它有一个名字叫魔群，正是对称与怪兽这个系列，从第1集起就一直指向的地方。那头活在近20万维里，
却又和数论对上了某种暗号的巨兽。下一集我们打开那只盒子。视频里的详细推导可以参考我的博客文章。若您发现了视频或博文中的错误，或者对我所做的东西感兴趣，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或通过邮箱与我交流。谢谢观赏。